大家好，这里是文澜小屋。本期我们介绍的是 Eric Schmidt、Jonathan Rosenberg 和 Alan Eagle 的重新定义公司，谷歌是如何运营的。Eric Schmidt 在2001年到2011年期间担任谷歌的首席执行官，他主导了公司从一家初创团队成长为全球科技巨头的全过程。Jonathan Rosenberg 则长期掌管谷歌的产品团队，他们两人身处管理核心，亲历了这家企业高速增长的黄金10年。重新定义公司这本书打破了传统商学院里那一套按部就班的管理方式，在互联网极大降低信息获取成本、技术变革极快的今天，传统公司那种层层传达指令、把信息当作权力的管理结构已经失效。这本书直击现代商业运转的核心，公司唯一能够长期依仗的竞争优势，不再是某项商业机密或者是资本规模，而是如何吸引并留住一批被称为创意精英 Smart Creatives 的新型人才。书中抛弃了各种管理学的教条，用务实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了公司如何在紧凑的办公空间里创造思想碰撞，如何跳出传统的商业计划书，基于技术洞察去制定产品方向，以及如何在激烈的讨论中依靠客观数据达成真正的共识。现在让我们翻开这本书，看看谷歌这家公司是如何从招人用人到战略制定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在商业发展的长河中，企业管理模式的演进始终与时代的技术背景紧密相连。20世纪中叶，管理学大师 Peter Drucker 提出了知识工作者的概念。在那套运行了几十年的工业化管理体系里，知识工作者被安置在金字塔式的层级结构中，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严格遵循既定的流程，完成高度专业化的细分工作。这种模式在信息相对匮乏、试错成本高昂的时代，极大地提升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但随着信息流通速度的呈指数级爆发，旧有的金字塔结构已经无法适应快速多变的市场环境。现代企业真正需要争夺的核心资产，已经演变为一种全新的人才群体——创意精英 （Smart Creatives）。与传统的知识工作者不同，创意精英不局限于单一的专业领域，他们不仅具备深厚的技术功底，能够熟练运用工具解决复杂问题，同时还拥有敏锐的商业嗅觉和天马行空的创造力。更重要的是，他们极度渴望亲自动手实践，而不是被动地接收指令。面对这样一群人，传统的管理工具往往会失效。Jonathan Rosenberg 在担任产品负责人初期，曾按照传统商业惯例，耗费大量心血编写了一份长达几十页的产品需求文档。在这份文档中，他详细规划了产品应该具备哪些功能、具体的开发步骤以及最终的交付形态。在传统企业中，这被视为优秀管理者的基本功。然而，当这份详尽的文档被提交给工程师团队时，却遭遇了集体的抵制与无视。工程师们直截了当地指出，这份文档限制了产品的可能性。在互联网时代，产品的迭代周期极短，如果管理层试图用一份完美的计划书去规定所有的开发细节，那么这款产品的上线就永远被锁死在了管理者个人的想象力之内。创意精英不需要保姆式的微观管理，也不需要一份写满开发步骤的说明书。管理者真正要做的是向他们清晰地指出当前存在的商业问题，并提供必要的数据支持与资源，然后放手让他们自己去寻找通往答案的路径。企业竞争的成败不再取决于流程是否严密，而在于是否能将这些具备多维能力的人才聚拢在一起，让他们在没有束缚的舞台上释放出巨大的商业价值。既然人才是企业唯一的护城河，那么如何准确地筛选并留住他们，就成了决定企业生死的关键环节。在大多数企业中，招聘往往被视作人力资源部门的行政工作，管理层只在最后阶段走个过场。
这种将人才筛选权外包的做法，会直接导致组织平庸化。真正的优质企业必须将招聘视为全公司最核心的战略行动，高管必须亲自深入参与招聘的每一个环节。在评估候选人时，传统的面试往往过度聚焦于过往的履历和硬性技能，但静态的经验无法应对未知的挑战。为了筛选出真正的创意精英，可以引入一项名为洛杉矶机场测试 （LAX Test） 的评估标准。假设你和这位候选人因为航班延误，不得不在洛杉矶机场的候机大厅里共度6个小时，你会觉得这是一段有趣的交流时光，还是会感到枯燥乏味，甚至如坐针毡？这项测试的核心目的是考察候选人是否具备广泛的好奇心、多元的认知视角以及平等交流的意愿。那些虽然技术顶尖，但性格傲慢、思维狭隘的人，会破坏团队的协作生态，必须被果断淘汰。同时，还必须建立基于数据的决策机制。很多公司为了抢夺人才，常常会安排冗长且毫无节制的面试轮次，这不仅严重拖慢了招聘效率，还会消耗大量内部资源。为此，谷歌的内部数据分析师 Todd Carlyle 曾对数十万条面试数据进行了深度的量化研究。数据分析的结果表明，4轮面试是投入产出比最高的临界点。经过4名独立面试官的考察，企业对候选人能力的预判准确率已经能够达到 86%。在此之后，每增加1轮面试，对决策准确度的提升微乎其微，甚至不到 1%。因此，企业最好将面试轮次锁定在4次。另外，为了防止用人部门的负责人因为项目进度吃紧而降低招聘标准，还必须将录用决定权从部门主管手中剥离，交由独立的招聘委员会来裁决。招聘委员会遵循的唯一底线，就是新加入的成员必须在某些特定领域比现有的团队成员更加优秀。只有通过这种数据化的流程限制和权力制衡，企业才能在快速扩张的过程中抵御住妥协的诱惑，确保人才密度的持续提升。将顶尖人才招募到位后，随之而来的挑战是如何安置他们。在传统观念中，办公空间的分配是阶级与权力的象征。高管拥有视野开阔的独立办公室，而普通员工则被安置在被隔板分割的狭小格子间里。这种物理空间上的隔离，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信息流通的阻碍和部门之间的部门墙。如果你希望组织内部能够源源不断地涌现出创新，就必须彻底打破这种物理隔离，创造一种被称为拥挤的办公环境。这种拥挤是一种刻意为之的文化设计。当工程师、产品经理和营销人员的办公桌紧密相连，当人们在走廊、咖啡机旁或者餐厅里频繁地发生物理摩擦时，思想的碰撞就会在这些不期而遇的交流中自然产生。在这种高密度的空间里，员工不需要通过繁琐的邮件预约或跨部门会议来解决问题。一个随口的提问，可能就会引发一场跨领域的即兴讨论，甚至在几分钟内敲定一个产品原型的开发方向。环境的喧闹与紧凑，恰恰是思想快速碰撞的催化剂。办公空间的重塑只是第一步，维系这种高密度协作的内核，是企业必须拥有一种真实的、被所有成员共同践行的价值观。以不作恶 Don't be evil 这句著名的信条为例，它绝不是印在员工手册上的公关标语，而是日常商业决策中的一把真实量尺。当文化真正落地时，它能够赋予员工巨大的自驱力，去主动解决系统中的缺陷。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经典的商业案例。 Gmail 的创始人 Paul Buchheit 在测试公司的 AdWords 广告系统时，发现系统经常会在用户的搜索结果旁展示极其糟糕且毫不相关的广告。在传统企业里，员工可能会写一份冗长的报告逐级上报，或者干脆视而不见。但 Paul Buchheit 没有这么做，
他直接把这些糟糕的广告截图打印出来，在上面写下这些广告糟透了，然后贴在了办公室台球桌旁的公共墙板上。这个看似寻常的举动，在那个拥挤且充满活力的环境中引发了连锁反应。几位路过的核心搜索引擎工程师看到了这张纸条，尽管这根本不是他们部门的工作考核指标，但基于追求极致产品体验的共同文化，这群人自发地利用周末时间对广告匹配算法进行了重新编写。到了周一早晨，他们不仅解决了广告相关性的问题，还顺势构建了基于相关性排序的广告算法雏形，为公司日后庞大的商业变现奠定了基石。这就是环境与文化深度融合后所释放出的巨大商业势能。将众多高智商、自我意识强烈的创意精英聚拢在同一屋檐下，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大量的分歧与争论。在传统企业的会议室里，当团队面临复杂的分歧时，往往会陷入一种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职级最高、薪水最多的人拥有最终的定夺权。这种现象被称为听从最高薪人士的意见 （highest paid person's opinion）。这种决策模式的危害在于，它将企业的发展方向绑定在了个别高管的个人经验和直觉上。但在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中，哪怕是经验最丰富的管理者，其过去的成功经验也极容易成为今天的认知障碍。要消除这种隐形的职级压制，必须建立启用数据说话 （decide with data） 的硬性机制。这意味着，当任何人在会议上提出新的产品构想或优化方案时，不能仅仅带着精美的演示文稿和激情澎湃的演讲，而是必须将真实的用户测试数据、市场反馈指标清晰地投射在屏幕上。谁掌握了最准确的事实和最详尽的数据，谁就掌握了会议的主导权。以谷歌早期的用户界面设计为例，当时关于网页上应该使用哪种特定色调的蓝色，设计师和管理层是有完全不同的主观审美偏好。如果按照传统的汇报层级，这通常会由产品负责人直接拍板。但在谷歌，团队没有将时间浪费在主观审美的争辩上，而是直接选出了41种不同色调的蓝色，将其投入到真实的用户访问环境中进行 A/B 测试。最终，用户点击率最高的那一种蓝色成为了标准配置。这种机制对组织活力的提升是显而易见的。当一名刚入职不久的初级工程师能够依靠一份严谨的数据分析报告，在会议上成功推翻资深副总裁的主观设想时，员工的注意力会从如何揣摩领导的意图全面转向如何探究真实的商业问题。数据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不仅提升了决策的准确度，更是对创意精英最大的尊重。管理者不再需要依靠头衔来维持威信，而是通过对数据的敏锐解读来引领团队前行。有了数据的支撑，并不意味着分歧会自动消失。对同一组数据，不同的人依然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传统企业往往追求表面的和谐，管理层倾向于通过折中和妥协来平息争议，但这往往会导致一个最平庸的决策，因为妥协的本质是为了照顾所有人的情绪，而牺牲了最佳的商业利益。优质的决策需要建立在真正的共识之上。这里的共识绝不是指会议桌上的全票赞成，而是指一个问题经过了充分公开且毫无保留的辩论后，找到了对公司整体最有利的答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管理者必须学会在会议中主动挑起冲突。如果在讨论一项重大计划时，所有人都保持沉默或轻易表示赞同，这就意味着存在巨大的隐患。商业实践中有一种非常典型且具有破坏性的现象，被称为点头娃娃 （bobblehead yes）。这类人会在会议上频频点头，表现出高度的配合与赞同，但一旦走出会议室，回到自己的工位，他们就会按照自己原有的想法行事，或者消极怠工。为了根除这种虚假的共识，会议的主导者不能只是简单的宣读议程，
而是要敏锐地观察每一个参会者的反应。如果发现有人默不作声，必须直接点名，要求其发表看法，强制将潜在的反对意见摆到台面上。只有当所有的疑虑、风险和反对声音都在阳光下经过了激烈的碰撞，得出的结论才具备足够的抗风险能力。然而，无休止的辩论也会拖垮公司的运营效率。当各方意见僵持不下时，必须有明确的机制来打破僵局。每一次重要会议都必须提前指定一位清晰的决策者。当讨论陷入循环，或者到达了预先设定的最后期限时，这位决策者必须承担起拍板的责任，明确指出接下来的行动方向。更重要的一条原则是，一旦决策者根据充分的辩论做出了最终裁决，所有参会者，无论先前的立场如何，都必须放下个人的固执，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决策的落实中。这种可以激烈反对，但决定后必须坚决执行的职业素养，让每一次观点的碰撞都不会演变成团队的内耗，而是切实转化为一致的行动。当决策确立之后，信息的流转方式将直接决定团队的响应速度。在传统的金字塔管理结构中，信息是自上而下逐级传递的。管理者习惯于把控信息源，将知道下属不知道的事视为巩固自身权力的手段。这种信息囤积的模式，在业务单纯的年代或许行得通，但在面对高度复杂和并行的现代商业任务时，它会演变成阻碍公司发展的巨大瓶颈。现代企业的内部沟通必须确立默认公开的原则。当招聘到了那些极具好奇心和主观能动性的人才后，如果依然对他们封锁公司的战略意图和核心数据，就等于蒙上了他们的眼睛。为了让庞大的组织保持步调一致，企业需要一种透明的工具，比如 OKR（Objectives and Key Results） 管理系统。这不仅仅是一个设定目标的框架，更是一个全员透明的沟通网络。每个季度，从公司的最高执行官到刚入职的初级程序员，所有人的目标和完成进度都会在公司内部的网络上公开展示。任何人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其他部门正在解决什么问题，他们的优先级是什么。这种高度的透明，极大地消除了跨部门协作的摩擦成本，避免了不同团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重复造轮子。除了日常的业务目标，公司层面的核心机密也应当尽可能地与员工共享。例如，在每周或每2周举行的全员大会上，直接向全体员工展示公司向董事会汇报的原版业绩数据和战略规划。很多传统管理者会对这种做法感到恐慌，担心核心信息的泄露会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但事实上，防范信息泄露的成本远远低于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团队方向跑偏的代价。在这个体系中，领导者的角色被彻底重构了。他们不再是控制信息的阀门，而是要成为一台高功率的路由器。他们的核心职责是以最快的速度，将有价值的信息、行业的变化、公司的挑战，精准地分发给组织内的每一个节点。当你把最真实全面的商业图景毫无保留地展现在这些创意精英面前时，他们自然会调动自身的专业能力去寻找答案，主动把事情做成。传统的商业运作通常始于一份详尽的商业计划书，管理层会花费数月时间进行市场调查，预测未来3年的财务回报，分析竞争对手的优劣势，试图在产品正式面世前就把一切商业未知数纳入严密的数字模型中。然而，在技术以极快速度更迭的今天，当你把厚厚的商业计划书打印出来摆到会议桌上时，它所依赖的市场环境往往已经改变。现代企业制定战略的真正起点，不应该建立在那些总结过去经验的市场调查之上，而必须建立在技术洞察之上。所谓技术洞察，是指敏锐地发现某种新技术的成熟，并利用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解决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
或者将某项服务的成本以断崖式的方式降低。只盯着竞争对手和现有市场份额，是无法催生出伟大战略的。在智能手机爆发的前夜，整个移动市场的格局极度碎片化，各大手机制造商各自为战，使用着互不兼容的封闭系统。如果采用传统思维来制定战略，企业通常会选择开发一款更精美的付费操作系统，然后向手机硬件厂商收取授权费。但如果基于技术洞察，你会发现，手机正在迅速进化为具备强大计算能力和随时在线的微型计算机，而碎片化的操作系统严重阻碍了移动互联网生态的爆发。基于这一洞察，企业做出的战略选择是收购并全力开发Android 系统，然后将其作为一个完全开源、免费的系统提供给所有手机制造商使用。放弃直接收取系统授权费，在传统商业计划中看来无异于自断财路，但在技术驱动的商业规律中，在产品的早期阶段，企业必须坚决地以增长为核心，而不是过早地榨取利润。一个免费且功能强大的操作系统可以迅速降低硬件厂商的研发成本，极大地加速了智能手机的普及。这种以牺牲短期变现来换取规模扩张的策略，本质上是为了构建一个庞大且开放的平台。当市场上绝大多数的手机都运行在同一个平台上时，数以百万计的软件开发者自然会涌入这个生态，为用户创造海量的应用。只要你构建的平台成为了整个行业运转的底层基础设施，商业变现的路径就会在海量的数据与流量交互中自然显现。因此，不要被传统的商业变现规划束缚住手脚，找到那个能改变行业规则的技术洞察，并倾尽全力去追求规模的指数级增长，才是应对多变环境的最佳战略。技术洞察和平台战略确立之后，企业面临的下一个严峻挑战是，如何让具体的创新产品源源不断地诞生。许多企业的管理层会认为，创新是可以通过设立首席创新官这一职位，或者通过下达行政化的研发指令来完成的。事实上，真正的创新根本无法被强制规划出来。企业管理者能做的是去缔造一个让创新自然孕育、自由碰撞的原始的混沌。在这片看似无序的混沌中，严格的资源配置纪律与个体的探索自由必须达成一种精妙的平衡。为了维持这种平衡，防止公司在无边无际的创新中耗尽资金或失去焦点，企业需要严格执行70-20-10法则，将70%的资源与精力毫不动摇地投入到公司的核心业务中，因为这是维持企业生存和产生强劲现金流的生命线。将20%的资源投入到那些已经展现出初步市场潜力和增长势头的新兴产品上，最后将10%的资源投入到那些看似风险极高，甚至带有科幻色彩的前沿项目中。这样既保证了企业当下的基本盘坚如磐石，又强制要求管理层必须为不可预知的未来留下足够的探索空间。微观层面的创新则完全交还给人才本身。为了激活创意精英的自驱力，企业引入了20%时间的实践机制。它允许工程师们抽出1/5的工作时间去自由探索、研发任何他们个人认为对公司未来有价值的项目，而无需经过上级领导的层层审批。这绝不是放任员工消极怠工，而是将创新的试错权下放到了离技术和用户最近的人手中。谷歌新闻的诞生就是这种混沌环境中结出的硕果。在2001年的911事件发生后，庞大的信息需求瞬间涌现。工程师 Krishna Bharat 希望能够有一种更高效的方式，将不同新闻机构对同一事件的报道聚合在一起对比阅读。他没有去写申请报告等待立项，而是直接利用自己的20%时间，编写了一个能够自动抓取并按主题对新闻进行分类聚类的算法脚本。
这个原本只是为了满足他个人阅读需求的小工具，在公司内部网络公开后，迅速引起了其他同事的兴趣和自发协作，最终变成为了改变全球数亿人阅读习惯的重磅产品。创新就是这样，它往往不会出现在精心排版的年度规划里，而是诞生于给予聪明人足够空间后那次偶然的代码尝试中。当企业拥有了自下而上的创新环境，管理层还需要在宏观层面设定一个明确的标准，来衡量这些创新是否具有改变世界的商业价值。这个衡量标准就是追求10倍速的进步，而不是10%的改善。在大多数行业里，企业习惯于紧紧盯着竞争对手，试图把产品的功能性能或效率做得比竞品好上10%。这种10%的微调思维，意味着你只能沿用行业现有的技术框架和基础假设，在一条异常拥挤的赛道上，通过压榨员工的体力和优化细枝末节，与同行进行残酷的消耗战。如果你将目标设定为10%的提升，团队就会不可避免地陷入修修补补的局限中。但如果你将目标设定为10倍速的跨越，团队立刻就会意识到，仅仅靠更努力的工作或者优化现有的流程是绝对无法达成这个目标的。团队会被迫彻底抛弃旧有的工具和既定的假设，从一张白纸开始，重新构思解决问题的方法。以自动驾驶技术的研发为例，如果当时设定的目标是让汽车的驾驶安全性提升10%，那么工程师团队的思考方向必然是去开发更灵敏的定速巡航系统，或者是更精准的车道偏离预警功能。这依然是在传统汽车工业的框架内打转。但是，当计算机科学家 Sebastian Thrun 接手这个项目时，设定的目标是打造完全不需要人类干预的无人驾驶汽车，这是一个典型的10倍速挑战。为了实现这个看似不可能的目标，团队不得不抛弃依赖人类视觉和传统汽车传感器的旧有路线，转而从头研发高精度的激光雷达，并结合庞大的机器学习算法，通过计算机视觉来重构汽车对周围物理世界的感知体系。除了能在技术上逼出颠覆性的成果，设定10倍速的目标在组织管理上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吸引顶尖人才的最强磁石。真正优秀的创意精英对那些按部就班的常规任务毫无兴趣，他们内心深处渴望参与到能够创造历史的挑战中去。而且设定极高的目标反而能够大幅降低团队对失败的恐惧，因为即使一个追求10倍速的项目最终只完成了目标的一半，其产生的技术突破和商业价值也远远大于完美且毫无风险地完成了一个10%的改良项目。敢于挑战不可能，本身就是推动企业跨越式前行的最大动能。重新定义公司，谷歌是如何运营的是一本关于放弃传统商业计划，用透明信息和技术洞察来驱动创意精英创造价值的书。它打破了工业时代的传统管理常识。在算力爆发、信息传输极快的今天，固化的层级和闭塞的信息流只会加速组织的衰亡。通过这本书，我们看到了一套科学且高效的商业运转系统，以创意精英为核心动力，以透明公开为沟通网络，用客观数据代替职级压制，最终在70%、20%、10%的资源分配原则下，于混沌的环境中孕育出10倍速的爆发式创新。这不仅是谷歌稳步扩张的基石，更是未来所有企业在 AI 时代里保持敏捷的必修课。这里是文澜小屋，我们不追求快速致富的奇迹，只希望与您一起阅读好书，慢慢变富。如果本期内容对你有所启发，欢迎帮忙点赞转发，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您的举手之劳都是在为更有价值的知识投票。也相信您聆听本期视频的时间付出，会在未来化作认知上的复利，为您带来最稳健的回报。感谢您看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